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菊讲故事。老公孙磊把工资卡上交给婆婆周秀，说他妈说了，年轻人乱花钱，老人帮存着，美其名曰强制储蓄。我反手把这月工资转给了我妈吴敏，主打一个不偏不向，然后天天去婆婆家吃饭。老婆，给我转200块钱，车子没油了，我一会去加个油。老公孙磊说道。我有些纳闷，老公和我要钱干什么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应该刚发工资吧？什么情况？说好的结婚后工资上交，现在我还没找他要呢，他倒找我要了。你不是刚发工资吗？和我要钱做什么？我疑惑地问道。老公皱着眉，有些不耐烦。哦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把工资转给我妈周秀了，咱俩存不住钱，我妈帮我们存着。我像被雷给劈了一样，你把工资全转给你妈了？老公有些心虚，但旋即挺直腰杆。对啊，你一个公务员，工资稳定。我妈说了，女人就是要为家里多开销。不是我说，你看你花钱老是大手大脚的，这样过日子怎么行啊？我这是帮咱们省钱。你放心，这些钱我妈不会动的，等以后咱们要用钱的时候再给我们，就当强制储蓄了，你说是吧？我忍着怒气，平静地问道，那每个月3000的房贷，还有家里各种开销怎么办？全靠我。老公脱口而出，对啊，当然花你的呀。我算了下，你一个月工资快7000，咱俩要是节约一点也够了。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孙磊，你结婚前说的工资上交，共同养家，都是放屁。老婆，你别这么粗俗。我妈养我这么大容易吗？现在帮我们管钱怎么了？你别没事瞎胡闹。看着他无耻的样子，我差点被他给气笑了。我和孙磊是相亲认识的，2个月前才刚领证结婚。我是公务员，他是老师，我俩每个月工资加起来，不算公积金的话，差不多有14000。按理说在小县城里可以过得很舒服了，但坏在每个月还有3000块钱的房贷，这就有点压力了。所以我妈吴敏知道后，有点不太想让我们2个谈。老公他妈周秀拍着胸脯保证，亲家，房贷你们放心，我和孙磊他爸钱保国给他们还，他们小2口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听到他妈的保证，我妈这才松口。毕竟没有房贷的话，我和孙磊工作都稳定，双方父母也没有负担，也算门当户对。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。结婚前，我妈反复叮嘱我，婚后要管钱，要提防一点。我当时还没当回事，还觉得我妈太俗气。现在想想，真想回去扇自己几个大嘴巴子，让你婚前脑子里进水信了这家人鬼话。姜果然还是老的辣，我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都多，果然被我妈说中了。这不，我俩儿这才刚结婚，他家不光房贷不管了，甚至我老公的工资都上交他妈了。这算什么事啊？这不明摆着算计人吗？不过，以为我会忍气吞声的答应吗？做梦！我冷笑了一下，你这么听你妈的，那你结婚干个什么劲啊？你和你妈结不就行了？我话说的难听，老公的脸色也难看起来。赵丽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爸妈也不容易。我拍手笑道，怎么，前面30年你没发现你爸妈不容易，这刚结婚就发现你爸妈不容易了？结婚真是一门玄学啊，媳妇一进门，全家老少都醒悟了。公公知道心疼婆婆了，老公更听妈妈的话了。婆婆也知道自己这里疼，那里痒了，连家里的水电也开始收费了，出门买菜也要花钱了。
我就奇怪了，是不是儿媳妇激活了你们家的防御系统了？被我这一顿骂，老公有点懵了。他嗫嚅着说道：“你不用搁这阴阳怪气的，我妈这不是怕我们乱花钱吗？这些钱她也不动，帮我们攒着而已。我妈都是为我们好，你看你每天不是点外卖就是拿快递，能攒下什么钱？再说了，那可是我亲妈，难道还能害我们不成？”我一听气笑了，拉着老公来到家里还没打开的快递盒子跟前，一个个打开。好啊，来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快递是给谁买的。这是给狗买的鞋，狗的哑铃，狗的衣服。既然狗不说人话不办人事，那就都退了吧。老公脸一下子像吃了大便一样，因为打开的快递盒子里都是我给他买的东西。他就这样冷不防地成了狗。本来想拿快递的事彻底把我破住，却不想被我啪啪打脸。老公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干脆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无赖地说道：“反正我钱都已经转给我妈了，你能怎么办吧？”我能怎么办？我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行，既然你工资卡上交你妈了，那我工资也要上交我妈吴敏。毕竟结婚前我们就说过，对双方老人要一视同仁是吧？可不能厚此薄彼。”老公一听急了：“那怎么行？咱俩都结婚了，你的工资怎么能给你妈？”我真是被他的双标气笑了，反问道：“怎么不行了？你都能上交你妈了，我为什么不能上交我妈？怎么，你妈是妈，我妈就不是妈了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让百姓点灯。你妈不会害你，我妈就会害我了。孙磊，你个大老爷们，能不能别这么双标，要点脸啊？”老公被我一连串反问，对得有些哑口无言，半天憋出来一句：“那我们俩工资都上交了，咱俩花什么呀？吃神么呀？”我拉着老公走到阳台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老公吓坏了，防备地看着我，说道：“你拉我上这里干嘛？想用跳楼来吓唬我？我告诉你，钱都已经给我妈了，你那些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招对我不好使。”我轻蔑地看了一眼他的怂样：“你想多了，你不是问我以后吃什么吗？就吃这个西北风呗。西北风能吃吗？”老公被我气得有点发懵了，半天反应过来后，脸色更不好看了。我皱着眉：“当然，如果不想吃西北风的话，还有一个办法，以后只能每天去你家吃饭了。”老公下意识地拒绝道：“咱俩都结婚了，怎么还能老去我爸妈家吃饭？这么啃老不好吧？”我顺手拿起手边的杯子砸到地上：“咱俩都结婚了，你工资还能交给你妈，那为啥不能去你家吃饭？”老公吓了一跳，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：“那也不能天天去吃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，孙磊？娶媳妇娶媳妇，你家不会连媳妇都养不起吧？”我质问道。老公嘟囔道：“就算去我妈家吃饭，那房贷怎么办啊？房子又没有写我的名，关我屁事。”我没有再和他废话，拿出手机，咔咔一顿操作，把这个月工资都转给了我妈吴敏，只留了500应急。老公一看，气得不行，他以为我就是说说，万万没想到我竟然真的把工资都给了我妈，一脸肉痛的样子。我白了他一眼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打电话告诉你妈，今晚我们要回去吃饭。”晚上下班后，我直接杀到了婆婆周秀家。婆婆愣了，毕竟她没有做我们两个的饭。看到我们两个回来，抱怨道：“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家里都没准备菜。”我一看就知道，老公这个怂货以为我说的以后天天去他爸妈家吃饭只是气头上的话，所以
根本没和他爸妈说，却没想到我来真的。至于婆婆嘴里说的没菜，呵呵，桌上不是有一只烧鸡？我这个婆婆惯会演戏，以前我们每次回家，桌子上她和公公钱保国吃的永远都是面条就咸菜，或者馒头就咸鸭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穿越到建国前了。别问，问就是要为你们攒钱。我和你爸都是老人了，也不需要什么营养，随便吃点就行了。我那缺心眼的老公每次感动得眼泪汪汪。要不是公婆两个体重加起来都快400斤了，我也就信了。我拿起筷子，在她婆婆疼的眼神中夹了一个鸡腿送进嘴里。没事妈，这些就行了。不过这次怎么不吃面条咸菜了呢？看来咱家这条件是真的好起来了啊。不过妈，我不是太喜欢吃鸡呢，我喜欢吃海鲜。婆婆肉疼极了，脸色都不好看，敷衍地说道：行，那下次你们回来，我去买些海参鲍鱼。我拍手道：好呀妈，我们明天就回来吃，你等记得去买点。对了，鲍鱼我喜欢吃红烧的哦。婆婆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。明天你们还回来？我看了一眼老公，孙磊没和你们说吗？哎呀，老公你也真是的，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跟妈说呢？既然这样，那我来说吧。妈，我们以后每天过来吃饭，顺便陪陪你们二老。婆婆手里的勺子一下子掉在了桌上。什么叫每天过来吃饭？我委屈地说道：孙磊的工资卡给了你，我的工资卡给了我妈，我俩手里都没钱，不来这吃去哪里吃？婆婆愣住了，随即尖叫道：你的工资给了你妈？那怎么行？我心里冷笑，果然是亲母子，话说的都一样。什么事只许你们这么做，别人不能这么做是吧？我笑着说道：是啊，我妈说了，我们年轻人不会过日子，攒不住钱，她帮我们攒着，也是强制储蓄嘛。这些话我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。听完我的话，婆婆猛地站起身，碗筷都差点掉在地上。儿子，你媳妇不懂事儿，你也跟着瞎闹，钱都给了你丈母娘，你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我慢悠悠地擦了擦嘴，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怎么能叫不懂事呢？这明明是懂事呀！你看，孙磊的工资不也交给你保管了吗？那我的工资怎么就不能给我妈保管了？怎么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让百姓点灯？你也太霸道了吧！从认识孙磊以来，我一直对婆婆客客气气的，从来没用这个态度和她说过话。她明显有些受不了了，扯着嗓子喊道：那房贷怎么办？家里开销怎么办？你们俩总不能喝西北风吧？我故作惊讶道：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房贷？结婚前你不是当我爸妈面说房贷你们给还吗？这才结婚2个月，不会就不认账了吧？难道是我记性不好记错了？要不我给我爸妈打个电话问问。婆婆支支吾吾道：这么点小事儿就不要问你爸妈了吧？当时我确实是这么说的，不过这不是想着你们年轻人必须得给你们点压力吗？有压力才有动力，不然你们每天那点钱都不够你们乱挥霍的。我哦了一声，原来我没记错呀。那房贷只能继续麻烦您二老了，人就算没文化，最起码得说话算话是吧？不然还能算个人吗？老公说道：老婆，你别闹了，都是一家人。我闹什么了？我甩开他的手，声音陡然提高：结婚前你怎么说的？工资卡上交，一起过好日子，结果呢？你们家是真能算计啊！老公没说话，婆婆突然捂着脸干嚎起来：哎呦，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儿媳妇？
没结婚前看着挺文静，结了婚怎么就这样了？什么算计啊？都是一家人说的这么难听。我是一片好心啊，真是好心被当驴肝肺。老头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！一直闷头吃饭不吭声的公公钱保国终于长耳朵了，重重放下筷子，瞪着我，成何体统？哪有媳妇跟长辈这么说话的？嫁到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人，马上去你妈那儿把钱要回来。婆婆说，就是我嫁给孙磊他爸，也从来没管过钱，都是孙磊他奶奶管。既然撕破脸了，我也不客气了。我冷笑道，你能跟我一样？你活几十岁了，就是个暖床工具，班你都没上过，一辈子依附着老公，除了生了个孩子，你这辈子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听了我的话，婆婆鼻子都差点气歪了。她一直在家里跟个老公主一样，家里什么都她说了算。老公和儿子也都一直让着哄着捧着的，什么都顺着她，从来没人像我这样下过她面子。这也导致她对自己没有个清晰的定位，真觉得自己挺有本事的，什么都能说了算。如今还想伸手做我的主，还不如做梦比较快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不讲理，你们把孙磊的工资还回来，我也马上找我妈要回来。我冷笑，我才不信到手的鸭子她能还回来。果然，婆婆的哭声戛然而止。那怎么行？你们乱花钱，我得帮你们攒着。我摊了摊手，那既然这样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妈，明天记得买鲍鱼啊。吃饱后，我把碗筷一推，起身离开。走的时候，又顺手拎走了客厅茶几上的一袋甜瓜。妈，这个水果我们就提回去吃了，正好家里没水果。下次别买甜瓜了，都打的膨大剂，我比较喜欢吃苹果，烟台红富士，别买错了。婆婆脸都要绿了。第二天，我拉着老公准时出现在婆婆家。婆婆一看我出现了，那脸耷拉的比驴脸都长，咣咣当当的把菜端了上来。我一看，乐了，满桌绿油油的菜。这要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要提醒谁戴绿帽子呢。我无所谓的吃起来。老公皱着眉，又看了婆婆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我笑了，老公这个人就是个食肉动物，一顿饭没有肉就浑身不舒服。让他天天吃菜，还不如杀了他呢。以前我老是心疼他，每顿做饭不是有肉就是海鲜的。现在爱吃不吃，当然不关我事啦。至于我，正好减肥，吃点绿叶菜挺好。想用这招把我赶走，想得挺美。吃完饭以后，我在客厅转了一圈，好遗憾，今天没有水果了。婆婆脸上带着得意，我叹了口气，好遗憾啊，看来只能把那箱酸奶提走了。我提着客厅里的那箱安慕希就要出门，婆婆脸又青了，酸奶你也提走，天天搜刮我们老两口是吧？你好意思吗？我双手一摊，那没办法，钱都给你了，我们哪儿有钱买酸奶？再说了，专家都说了，老年人喝酸奶多了对肠胃不好，我可是为了你们好。婆婆又气得说不出话。又过了几天，不光菜绿了，老公的脸色也绿了。终于，在婆婆又端出来一堆素菜时候，老公发脾气了。妈，怎么顿顿都是菜啊？谁吃得下去啊？婆婆陪笑道，你这孩子，现在肉多贵，再说了，吃点菜好。她朝老公使了个眼色，老公心领神会，闭上了嘴，再没有说什么。我淡笑不语。第二天，老公说自己出差，这几天不回来吃饭，我自己去了婆婆家。很好，连绿色菜都没有了，
桌上摆着水煮面条和一碟红咸菜。孙磊也不在，今天我们凑合吃，婆婆说道，眼里闪过一丝得意。她不会以为这样就能把我逼退吧？我没有吱声，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常去的餐馆，让他们给送一份超大份的麻辣小龙虾。因为经常去吃，和老板郑强也算老熟人了。我把钱直接转给了老板，特意叮嘱他一定要和我婆婆再要一份钱，能要来的话，那钱都给他。老板乐坏了，还有这种好事，忙不迭地答应了。老板效率很高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响起敲门声。婆婆过去开门，我们家没订小龙虾，你送错了。我不管，就是你们家订的，地址没错，老板大声说道。我快步走了出来，妈，小龙虾是我订的，没错没错，你把钱给人家吧。婆婆提高了嗓门，你订的凭什么要我给钱？你个败家玩意儿，这得花多少钱？谁点的谁给。我双手一摊，我也想给，但我没钱啊妈，工资卡不是在你那里。婆婆就是不拿钱。老板黑着脸，我不管你们谁给钱，反正送到你们家的就得给钱，难道你们想吃霸王餐？婆婆骂道，谁订的你找谁要钱？是他订的，你找他要。你找我要钱干什么？我一看，往门口地上一坐，哭天抹地，各位叔叔大爷、大伯大婶，你们来给评评理，在婆家吃饭天天吃不饱，点个外卖还被婆婆骂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我公婆住的小区是公共单位家属楼，左邻右舍的都是公公曾经的同事，互相之间最喜欢听别人家八卦，看别人家笑话。对门的孙福海大爷退休前曾是公共办公室的科长，听到声音走了出来，说道，老陈家儿媳妇，你这么大人了，点个外卖怎么还能让你公婆给你出钱？年轻人这样可不行啊。我抹了一把泪，孙大爷，你不知道，我老公的工资卡给我婆婆了，我们都没钱吃饭了，只能来婆婆家吃饭。老公这几天出差，我婆婆每天给我吃咸菜就着白水面条，我实在熬不住了，才点了份外卖，但是工资卡在婆婆那里，您说我哪里有钱给？我哭的那叫一个凄惨。什么？你老公的工资卡在你婆婆那儿哦？哎呦，这叫什么事啊？咱整个小区还没见过这种事来，是真事吗？这是2楼的王桂芬大妈，有名的大喇叭。我小鸡啄米般点了点头，说谎不是人，是真的，我们没钱吃饭，只能来我公婆家吃饭，而我婆婆天天给我吃咸菜面条。天啊，这也太过分了，这什么人家啊？这不就是所谓的妈宝男吗？这是对面单元的孙大妈。我在心里给孙大妈点了个赞，关键收了人家工资卡，还给人家天天吃咸菜，孙磊他妈，你这样做可不地道啊！这不是败坏咱们小区的名声吗？这是3楼的陈大爷。听着曾经同事们的指指点点，公婆傻眼了。而我公公钱保国最要面子，哪里经得住这样？他黑着脸吼我婆婆，赶紧给钱，还嫌不够丢人。婆婆恨恨地看着我，无奈地把钱给了老板郑强。老板悄咪咪地和我比了个 OK。回到屋，我把小龙虾一整个放自己面前，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至于公婆的脸色，这么说吧，别提多精彩了。就这样，我今天点小龙虾，明天点烤鸭，不给钱我就闹。婆婆老实了，再也不敢用面条咸菜糊弄我了，重新摆上了绿色青菜。而出差的老公也终于回来了，天天吃青菜后，他扛不住了。
终于，在婆婆又一次端上满桌青菜后，老公抗议道：“妈，你能不能做点肉菜啊？天天青菜，我都变成青菜了。”婆婆脸色难看地应下了。第二天，婆婆兴奋地拿回一大块猪排骨，凑到厨房和公公窃窃私语：“老头子，我跟你讲，捡便宜了。这个猪听说是热死的，所以肉便宜，是平常猪肉的1半价格。”公公皱着眉：“你怎么知道是热死的？不会是病猪吧？病猪肉吃了可是会生病的。”婆婆拍着胸脯说道：“放心，绝对没问题，我都问仔细了。”公公没有再说什么。当天晚上，婆婆就炖了一大锅排骨汤，老公开心地吃了一碗又一碗。我借口没胃口，一口没动。当然，也没有人管我吃不吃。在婆婆眼里，我不吃最好。老公吃得很满足，吃完后打着饱嗝和我说道：“怎么样，老婆？我妈管钱还是不错吧？你就是天天太小心眼，这是我亲妈，还能害我不成？今天的排骨汤真好吃啊，你竟然不吃，是在和我赌气吗？呵呵，爱吃不吃，饿的又不是我。”老公美滋滋地躺下了。半夜，他突然满头大汗，一遍遍往厕所跑，拉得整个人都快虚脱了。我笑道：“哎呀，看来这个肉果然很好吃呢，老公你应该再多吃点呢。”老公一声不吭，而公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听说老两口为了争厕所，差点没打起来。而老公知道是因为婆婆买的病猪肉导致他拉虚脱后暴跳如雷，和婆婆干了一仗后，私下和我说道：“老婆，要不我把工资卡要回来，我们还是在自己家吃饭吧，我想吃你做的饭了。”我心里冷笑：“你可不是想吃怎么的？想当初我每天可是变着花样的给他做各种好吃的，鱼肉虾等都是买的最新鲜的，水果更是什么贵的吃什么。现在想要回工资卡了，晚了。”我皱眉说道：“别了吧，我可不想做饭了，我觉得在爸妈家吃挺好的。”老公苦着一张脸，我没有再理他，摆弄着手机，反手给了婆婆家对面单元的王桂芬大妈发了200块钱红包，表示感谢。是的，病猪肉的事是我故意找她透露给婆婆的。我觉得这事不怪我，毕竟要是婆婆不贪小便宜的话，我的计划也不会成功。因为病猪肉事件，老公对婆婆有了些许不满，对婆婆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但这一天，老公下班后特别兴奋，这几天的不满一扫而光。我们校长今天和我说了，教导主任要退休了，校长想跟上面推荐一下，让我来当新的教导主任。老公脸上满是憧憬，他参加工作好几年了，也算兢兢业业，但一直没有被提拔，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自然很是兴奋。而前几天病猪肉事件带来的不满已经烟消云散，婆婆也很是高兴。太好了，儿子，妈就知道你是最棒的，你看妈说的对吧？听到老公要升职，婆婆腰杆子仿佛都直了一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我儿子这下要出息了，不像某些人工作多少年了，现在还是个科员。我奉劝一句老实点，再不老实的话，小心我儿子离了找个更好的。我挑了挑眉，没有说话。老公咳嗽了一声：“妈，你给我1万块钱，我去买点好酒好烟给领导送一下。”隔壁办公室的杨老师也觊觎这个岗位好久了，可得抓紧了。婆婆嗓门一下子提高了：“什么？1万？怎么这么多？”老公说道：“也不多啊，买2瓶茅台，2条中华就没了。再说了，
等我当上教导主任，还怕回不来吗？婆婆眼睛转了一下，这样儿子，这是你交给妈给你办的妥妥当当的，不就是烟酒吗？没问题。老公有些狐疑，妈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你能行吗？可不能弄砸了，这可关系到我的前程。婆婆拍着胸膛，放心吧儿子，妈还能坑你吗？我可是你妈，不像某些人。我面不改色心不跳，专心地吃着我的菜。我还不了解这个老太婆，等着吧，老公的惊喜在后头。第二天，婆婆就拿着一个礼盒袋子交给了老公。老公打开一看，2瓶高档52度茅台和2条软中华，看着没问题。老公美滋滋地提着去了单位，回来后就开始做着升职的美梦。那几日，老公对我说话音量都开始大声起来。我心里冷笑，这还没升职呢就飘了，这如果真升职了，恐怕地球都装不下他了。就让你再嚣张几天吧。果然，过了几天，老公下班后像个打了败仗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，去婆婆家蹭饭的路上和我抱怨道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明明说好的是我来当教导主任，结果今天公布了是那个老杨，明明我礼都送了呀。还有我们校长这几天对我都没个好脸色，在学生面前也一点不给面子的训斥我，收了我礼还这么对我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在心里冷笑，这恐怕得问你那好妈了。我心里幸灾乐祸，但还是假意安慰了几句。到了婆婆家门口，老公刚要敲门，听到婆婆和她的老闺蜜在聊天。婆婆的嗓门隔着铁门都很有穿透力。我家孙磊这几天就要提职了，到时候工资会多不少呢。前几天他和我要钱送礼，竟然要1万块钱，那多浪费啊！你知道我想到一个什么好主意吗？老闺蜜说道，你是不是给买了2瓶假酒？婆婆得意洋洋地说道，买假酒？那不就穿帮了？我有那么蠢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花了60块钱买了2个空酒瓶，然后我把里面倒进了些二锅头。那可是真酒的酒瓶，还是7年老酒的，就算查也查不出是假的。怎么样，我聪明吧？老闺蜜惊呼一声，天啊，可真有你的！但万一人家喝出来是假的怎么办？婆婆满脸不在乎，怎么可能？反正都是白酒，有啥区别？他们喝不出来。他们那些人喝贵的酒，就是要个面子罢了。我告诉你，等我家孙磊升了职，我马上就让他换老婆。现在他这个老婆真是……老公在门外气得浑身发抖，脸都涨成了猪肝颜色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没升职，是因为婆婆给来了这一出。假酒，怪不得校长看他的眼神充满了不满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老公一脚踢开房门，指着婆婆大骂，妈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吗？屋里的2人吓了一跳，婆婆一脸懵逼，不满地说道，你刚下班回来发什么疯？我发什么疯？我的工作全被你毁了，这次提职没有我。你为什么要弄假酒？婆婆一脸心虚，否认道，什么假酒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还在这里演？我刚才都听到了。她老闺蜜一看不好，拿起背包悄悄走了。老公和婆婆大吵了一架。我的职业生涯完了，老公抱头痛哭，婆婆呆坐在一旁。我坐在一边摆弄着刚做的美甲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收废品的老张头表现得不错，多亏了他，我寻来的空酒瓶才能顺利卖给婆婆。明天再给她买条烟好了。
工作提拔泡汤后，老公好几天没有搭理婆婆，并强硬地要求婆婆把工资卡还回来。但要不说，婆婆这个人也不是吃素的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各种亲情牌打出来。老公心又软了，又被拿捏住了，讪讪地和我解释道：“我妈也不是故意的，老太太就是穷怕了，思维有些局限了。怎么说她也是我妈，不是故意害我的。”我冷笑，没有说话，你开心就好。也许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在我还没想好新的招数之前，老公出事了。那天我在上着班，接到电话说老公出了车祸，正在医院救治。我去到医院的时候，老公正坐在轮椅上，上身看着没什么事，一条腿流着血，看样子应该是骨折了，不过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看到我来，老公明显松了一口气：“老婆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先去交下费。”我两手一摊：“老公，我交不了，你忘了吗？我没有钱啊。你的工资卡给了婆婆，我的工资卡给了我妈，我手里只有200块钱了。”说完，我迷茫地看了下医生：“医生，200块钱不够吧？”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，可能从没见过这样的事。老公懵了，我终于在他眼里看到一丝后悔的神情。这时，公婆也赶了过来，看到老公这样，婆婆周秀扑了上去，哭了起来。老公打断她：“妈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先去交下钱。”婆婆眼神一闪，嘴里含含糊糊的。老公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婆婆开口道：“妈，这没钱。”老公快崩溃了：“我每个月工资不是都给你了，钱呢？”婆婆说道：“我都放理财了。”老公懵了：“什么理财？就前几天有家店送鸡蛋让我们去听讲座的，我把钱都投里面了，结果现在找不到人了。儿子啊，妈被骗了。”婆婆哭哭啼啼的。我这才知道，怪不得家里怎么那么多鸡蛋呢，原来是去听课领的啊！哈哈哈，活该！老公气得浑身发抖，整个人说不出话。公婆开始给亲朋好友打电话，最后不知道从哪里借到了2万块钱，好歹把手术费交上了。婆婆为了讨好老公，每天变着花样的做着鸡汤排骨汤来医院照顾他。老公的气又快没了，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但可能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又出事了。那天，婆婆从医生办公室出来，神情慌张地告诉老公，她得了癌症。医生说保守估计要50-60万。老公整个人跟雷劈了一样。婆婆哭天抹地了一顿后，说道：“儿子啊，要不别治了，妈上哪里找这么多钱啊？”老公咬牙切齿道：“说道，你是我亲妈，我每个月工资给你，你现在告诉我不治了。”婆婆板起了脸：“就算我是亲妈，我也要说，你这个根本就治不好，人财两空。到时候你让我和你爸怎么办？怎么养老？儿子啊，你可不能这么自私，就当我们母子缘浅吧。”老公眼神充满了怨恨，婆婆也没管，想着一个将死之人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，她和公公2个人干脆医院也不来了。老公被抛弃了，面如死灰，却不想惊喜又来了。原来老公没得癌症，是婆婆看错报告了，把别人的报告看成了老公的。老公身体除了出车祸的小腿骨折，其他一点是没有，健康的不得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天地良心，这次可真不是我找人弄的。毕竟医院可不是我能伸手的地方，只能说确实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吧。老公开心坏了，整个人精气神又活了过来。我是无所谓，
毕竟丧偶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好听。而婆婆傻眼了，再想扮演母子情深已经来不及了。出院后，老公脑子彻底清醒了，坚决地找婆婆要回了工资卡。婆婆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的，不想给。妈，你可想好了？你不给的话，我也可以去补办一张卡，以后我们母子关系就到这里吧。你放心，每月基本生活费我会给你的。老公难得强硬了一回，婆婆愣住了，乖乖地把卡拿了出来。老公把卡转身给了我。老婆，我后悔了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以后我的工资卡都交给你。老公把工资卡递到我的跟前，他以为我很开心地接过去，却不想我没有接。比起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更相信一次不忠，终生不用。我俩的婚姻刚开始，他就对我充满了算计，其中固然有婆婆在里面的挑拨和鼓动，但归根到底还是他本身的原因。这样的人，就算这次悔悟了，也不是因为良心发现，而是因为他的利益受损了。基因遗传是可怕的，他骨子里就是和婆婆一样的自私算计。人生那么漫长，如果和这样的人继续过下去，等以后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，让我怎么能放心把后背交给他？已经没有了信任的婚姻，不如不要。不必了，你的工资卡自己拿着吧，明天8点，我们民政局见。老公面如死灰，我转身离去。我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接下来，请收听第3个故事。我和张克新订婚时，婆婆王凤玲给了70万的银行卡让买房，张克新还专门带我去 ATM 上查过余额，并且让我改了个密码，说等买房时全凭我做主，因为我和张克新没选好位置，决定婚后再买。可是婚礼前1天，婆婆就带着一个亲戚来我这哭诉，我有点不明所以，这都要结婚了，大喜的日子，婆婆干嘛带着个哭哭啼啼的人来我这？闺女啊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想起来求你的。我儿被骗到东南亚去了，那边要100万呢，我实在没钱了。我才知道，这个远房亲戚刘东兰是找婆婆借钱来的，婆婆没钱，直接带到我这个准备出嫁的新娘子面前了。婆婆说她的积蓄70万全给了我，现在结婚掏空家底，于是把这个我素未谋面的亲戚领到了我跟前。婆婆一边替刘东兰摸着眼泪，一边拉着我的手劝道：孩子，这是咱家亲戚，自己人，你先把银行卡上的钱给他周转点，以后他儿子回来了，赚了大钱，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我简直被这2个老太婆的无脑行为笑死了。能被骗到东南亚做生意的，还指望他回来赚大钱，不被掏心掏肺已经很不错了。于是我耐着性子问他们想借多少。闺女，你先给我60万吧，我知道你们结婚也需要钱，这点钱不多，你该不会不借吧？我有点惊到了，70万的买房款借走60万，再看婆婆的神色，明显是同意的。看着2个老婆子的表演，我直接表示可以把银行卡给他们，70万任由他们处置。2个老婆子喜出望外，刘东兰一直拉着我的手，激动得语无伦次。谁知我直接把我爸妈叫了过来，当着他们的面说，现在我把订婚的银行卡还给张克新的妈了，这就等于退婚。至于卡上的70万，他要借给谁是他的自由，我无权过问。这下周围人都傻眼了。我爸妈知道来龙去脉，直接把银行卡拿过来塞进王凤玲口袋里。她像是接到什么烫手山芋一样，赶紧给我递回来。孩子，是妈鬼迷心窍，脑袋不清楚了，
你看这都要结婚了，怎么能说退就退呢？你好好准备明天的婚礼，妈这就走，别生气啊。太医，我家真帮不了你，你去别家借钱吧。说罢，不等我们一家反应过来，鞠躬哈腰地拽着刘东兰跑了。老太太腿脚挺快，我妈拿着银行卡小跑都没能撵上她。最后我爸劝我说，张克新人不错，还上进，结婚又不住在一起，买房款也有了，就算了。我也是这么想，只不过老太婆这一招想空手套白狼的行为，在婚礼前一天上演，着实让我有些恶心。本来以为婚礼会很顺利，谁知道这个亲戚记恨上我了，直接在婚礼上给我来了个意外表演。婚礼上，婆婆大肆宣扬她给了我70万的银行卡，对我这个媳妇多满意，对儿子多上心，表现得像是一个无私奉献的老人。我站在门外，听着她的发言，知道她把银行卡的事记在心里了。还好张克新提前让我改了密码。谁知就当我准备入场，摄影师已经就位，我缓步上前时，一个穿红色衣服的肥胖身影直接挡在了我的面前。如此美好、值得记录的婚礼入场影像，就这么被毁了。摄影师一脸无辜，旁人拉着那个身影把他往一边拽，我已经气得紧攥裙摆。看清了那人，原来是昨天来借钱的刘东兰。走到台上，婆婆看我脸色不好看，笑了笑，赶紧发言：“都是自家人，没事没事，媳妇不是这么不通情达理的人。再说，上台前有个红色挡在你身前，多喜庆。”我看着婆婆喜气洋洋的表情，刘东兰抬着脸，得意的笑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抢过张克新的话筒说：“是了，感谢刚才那位穿红衣的阿姨，抢在我前面走。这是抢走了我和张克新今后人生中的所有坎坷和不顺，让我和张克新今后和谐美满，一帆风顺。”话落，全场鼓掌，除了婆婆和刘东兰脸色铁青。刘东兰或许是想到了自己的在东南亚的儿子，听我这么一说，竟然当场掉起了眼泪。婆婆赶紧下台去劝我和张克新招待其他客人。谁知婆婆劝不住刘东兰，又回过来劝我：“江梅，婚都结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你借点钱给他吧，你看他哭得多可怜。”张克新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赶紧让婆婆把刘东兰弄走。我把事情原委告诉张克新，他不敢置信，说婆婆疯了。东南亚是个坑，这钱借了就回不来了。可是婆婆坚持要我拿出来，张克新直接把她推走了。眼看两个老太婆不知道嘀咕了什么，刘东兰大概知道借钱无望，又想起我在婚礼上说的话，直接躺在了地上。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来参加个婚礼，还让人家新娘子诅咒啊！我不活算了。说完就开始在地上打滚，全场的亲戚都看着他在那撒泼，我爸妈气得脸色铁青。婆婆把我拉到偏僻一角，继续说：“江梅，要不你借给他20万算了，别让他闹了。你看，大喜的日子，这么闹下去，谁脸上都不好看。”我直接对他：“昨天给你银行卡，让你随便借，你怎么不收？明知道他会找事，还带他来婚礼。”婆婆气了，直接撂话：“怎么给你讲道理都不听？不就是20万吗？人家又不是不还。既然这样，你自己的婚礼闹成这样，你自己担着。已经把我的婚礼毁成这样了，那谁都别想好过。”我直接跑到台上，拿了话筒，激情开麦，真是热闹啊！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和张克新的婚礼。台下掌声已经快盖过了刘东兰的哭闹。我接着说，更感谢这位红衣亲友的福地闹喜。
今天这位亲友不但抢走了我和张克新生活中的所有不顺，还如此热情服的表演，意味着我和张克新今后一定过得欢欢喜喜。台下先是哄堂大笑，接着是更加热烈的掌声。刘东兰被酒店管理人员在热烈的掌声中抬了出去。婆婆整个婚宴都是铁青着脸色，我也懒得理她。晚上回到婆婆家布置的新房，就看着她端起架子，坐在沙发上，一副等着要给我训话的样子。谁知道我回来直接进屋，连理都不理她。她气坏了，让张克新叫我出来，张克新直接拒绝。本来丈夫就对她借钱的事表示不满，今天又是新婚，她才不想触我眉头。谁知婆婆不死心，站在我门口说：“江梅，你也太不会做人了，都是自家亲戚，以后还怎么来往？这么喜庆的日子，你一点都不顾全大局。”我简直要气笑了，直接说：“你最顾全大局，在结婚前一天带着亲戚来借我的订婚钱，让人闹了我的婚礼，他又是你这边的亲戚，最丢脸的是你这个婆婆吧。”张克新赶紧把他妈劝走，关上门。我已经有了决定，赶紧买房。婆婆是盯上我们的银行卡了，再住在一起，迟早要被她气死。于是说行动就行动，我和张克新在旅行回来后就开始看房，很快看上了一套精装的3居室，正好够。付款那天，我带着银行卡准备去刷卡，却出现了意外，机器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。“对不起，您的余额不足。”明明出去旅行前，我们专门去查过余额，70万整，怎么才过半个月，卡上就1分钱也没了？我和张克新面面相觑，都愣住了。张克新打了几个电话，终于确定卡上确实没钱了，1分钱都没有了。回到家里，她脸色难看，问婆婆为什么。婆婆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自己去银行说卡丢失，补办了张银行卡，把里面的钱全部转走了。张克新捂着额头和他妈理论：“妈，我们房子都看好了，准备买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？赶紧把钱转回来。”婆婆盯着我半晌没说话，就像是等我服软。眼看我不开口，她叉着腰说：“钱我已经借给亲戚了，他拿去应急，等他儿子回来赚了大钱再还你们，你们再买房子。”说完还斜了我一眼。我可不像某些女的，冷心冷肺，见死不救。一家人住在一起多热闹，非要分开住，费那钱去买房，真是吃饱了撑着了。张克新已经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我直接漠视他，回了卧室。如果真借给刘东兰，就他在东南亚的儿子，这钱80%要打水漂了。婚前承诺给钱买房，现在婚都结了，自然能不买就不买。想对我这个儿媳妇进行服从性测试，他想多了。我进屋收拾好东西，就拖着行李箱准备打车回娘家。正在屋外争吵母子俩，看到拖着行李箱，都愣住了。张克新赶紧过来拉住我：“江梅，你再等等，房子我一定会买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有事好商量，我承诺你的，一定做到。”婆婆在一边拱火：“让她走，我看她一个嫁过人的妇女，不以家里爷们为重，能跑到哪去？”我连一句话都懒得搭理她，直接告诉张克新：“我们不合适，我离婚吧。”推开他的手，直接出门。他想追我出来，却被自己亲妈拖着腿坐在地上哭喊：“儿啊，你让他走，你敢去追他，我今天就死给你看。”说完，一边拽着张克新的腿，一边拿着刀往自己脖子上比划，但硬是一滴血都没流。张克新吓坏了，顾不上我，
赶紧去夺他妈手里的刀，劝道：“我不追他还不行吗？你赶紧把刀放下来。”我已经走出很远，还能听到婆婆站在那大嗓门的吼：“就算离婚，我儿子31枝花，你就是个豆腐渣，一个二婚茶，我看你能过得好日子。下次你跪着道歉，我都不一定让你进门。”坐上出租车，我的眼泪就像是决了堤，没想到这场婚姻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。离婚冷静期期间，张克新来了几次，都被我爸赶了出去。就算他承诺要买房，自己想办法，也没能打动我爸。婆婆来骂了几次，说我是个赔钱货，恶毒话语层出不穷，被我妈一盆臭鸡蛋水泼了个全身腥臭。她想上来撕扯我妈，被张克新拦住。老婆子力气大，挣扎期间甩了自己儿子一下，张克新直接撞到了石墩上，头破血流地倒在了他面前。江美，我儿子因为你自杀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尖利的嚎叫惊动了我爸妈，看到外面满头是血的张克新，我们都惊住了，赶紧叫救护车。还没到医院，我就晕倒在救护车里，爸妈惊叫，婆婆骂了句：“活该！”张克新醒来时，我还没醒，他握着我的手坐在床边，任我爸妈怎么赶都不走。朦胧中，我听到婆婆说：“现在才知道你女儿多囊，早知道我压根不让她进我家门。好不容易怀孕，我看你们还闹着离婚不离。离了婚，她也是个二婚带娃的后婚头。”我爸气得想要打她，被我妈拦下。张克新崩溃喊道：“我求求你，走吧，别在这刺激我老婆了。她好不容易怀个孩子，要是他们母子有什么事，我也不活了，直接从这里跳下去。”婆婆瞪大眼睛，一脸不可置信，临走还扔下一句话：“肚子里都穿上货了，我看她敢离婚？哪个男人愿意帮别人养娃？儿子，你别怕。”他就是虚张声势，不敢离婚。我被气得努力想睁开眼睛，却没一点力气。后来不知道张克新给我爸妈承诺了什么，等我醒来时，爸妈已经语气缓和，对张克新也不再冷眼相对。我这个孩子的确怀得不容易，婚前我们都准备好，几年内没怀孕，准备做试管了。我摸着小腹，有了决定。张克新，我们离婚吧，孩子我来养，我不想让他出生在那样一个是非观念扭曲的家庭里，那样我会疯，孩子的成长也会很痛苦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谁知我话音刚落，第一个反对的居然是我爸妈。经过我爸妈的劝说，张克新这段时间跑前跑后的照顾，我有所好转，终于稳定可以出院了。张克新拿着行李开车过来接我，我有点不解。江美，我知道你申请了去世的工作，我辞职了，跟你一块过去，房子也买好了。我有点震惊地看着他，张克新没再解释什么，帮我爸妈搬行李，3个人全程没说话。等坐上去试的车，我还有种不真实感。手机突兀的信息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。江美，你别以为拐跑我儿子，你就赢了。我儿子永远是我儿子。你不就是因为一张银行卡闹腾吗？我就不给你，我看你不照样给我老张家生孩子。没见过你这种过了门还这么做的媳妇，真是钻钱眼里去了。我不再往下看，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。既然你把银行卡看得那么重要，就守着自己的银行卡过下半辈子吧。到了地方，我看着装修精致的4室，明显比我们之前在本市看的房子要好。张克新也没解释什么，我就这么心安理得地住下，远离婆家，安心上班，安心养胎。可是张克新除了照顾我，
忙得脚不沾地。光我知道他就有3份工作，晚上照顾我睡下，甚至还去跑外卖。看着结婚才几个月，年仅30的张克新已经没了之前的神采，头上隐隐还有不少白发。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一天刚产检回来，婆婆就突然出现在门口拦住我，吓了我一跳。她语气得意：“这不是没有我给你们银行卡，你们不是也买房了吗？”看着她一脸得意的表情，我捂着发紧的肚皮，真是恨得牙痒痒。为了买这个房子，张克新一天3份工作，都快过成孙子了，他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江梅，既然你爸妈给你们买了房子，我也就原谅你了。今天来，一是看看房子，二是看看你检查的怎么样了。男孩女孩，你不好生养，最好第1胎都是个男孩。我爸妈买的房，明明是张克新借钱买的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不过听到后面一句，我直接指着空荡荡的楼道口：“是男是女都不管你的事，你给我滚！”他显然没料到我突然发火，想来扯我又顾忌我的肚子。你这娘们怎么说话呢？我可是你婆婆，你要再蹬鼻子上脸，别怪我将来不来给你带孩子。本来还想说，要是孙子，我准备把银行卡给你们呢。看来你们是不稀罕。我冷笑一声：“给我们1张银行卡，回头你再去办个挂失，卡里面钱全部转走，对吧？收起你们的虚情假意，从我家门口滚！”他没想到我软硬不吃，突然冲过来，想从我手里夺钥匙。这是我儿子的家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就算是那爸妈买的房子，以后也是我大孙子的，我也能住。你把钥匙给我。我没想到他这么不要脸，赶紧往后躲，谁知他用力过猛，一个踩空，从楼梯上摔了下去。张克新在医院看我的眼神变了。江梅，就算再不满，她也是我妈，你怎么能因为1张银行卡推她？这老婆子真能编，谁稀罕她的银行卡？我还没生完气，张克新就过来道歉了。他举着手机里的视频，这个二傻子终于知道门口有摄像头了。看完全程视频的他，不再接婆婆话茬，而是让公公来接她回去。婆婆看到自己儿子短短几个月就憔悴成这样，躺在病床上不停抹眼泪。我不让你搬出去住就是这个，你看你多辛苦啊！年纪轻轻，白头发都出来了，都是江梅不会照顾人。你跟妈回去，妈照顾你。她怀个孕，还真成了金贵大小姐了。想当年你妈我怀孕时，还挑水浇地呢。张克新捂着额头问她还有哪不舒服，公公快来接她了。婆婆拉着她的手，小声说道：“你媳妇推我，让她来照顾我，不然我浑身都不舒服。”那你就不舒服着吧。忘了告诉你，门口有监控，你怎么摔下去的，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抱着肩站在门口看他表演，他一副哑巴吃黄连的表情。快出院时，张克新还告诉他，房本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，我不让他来住，他也没办法。我才知道，张克新骗他妈说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。实际情况是，张克新倾尽全力买了这套房，为了还贷，已经累成比牲畜还要牲畜的地步。可是婆婆只顾着自己，丝毫不顾及我们这个小家庭。坐在车上还问我要钱。江梅，把住院报销的钱给我，那是我儿子的钱，你没资格拿。这老婆子是要逼死自己儿子吗？张克新已经一个人打3份工，刷信用卡给他交的住院费。如今出院了，他还要报销的钱。妈，报销的钱我还要还信用卡，你们又不缺钱花。
张克新解释道。谁知婆婆更绝，你把钱给我，没钱了问你老婆要啊？他爸妈能给他买房子，还能拿不出来几万块给你用？我直接下车告诉他，我爸妈的钱扔了都不会给你用。另外，你儿子凭什么问我爸妈要钱？他入赘给我家了吗？那是我儿子有本事啊，谁让你们家看上我儿子了呢？都能倒贴买房了，还装什么装？眼看我们要吵起来，张克新没办法，把报销的金额全数转给了婆婆，这才送走了这尊瘟神。我都孕晚期了，婆婆来这一闹，没过几天就觉得不舒服，开始住院保胎。因为她已经撂下话，不会来给我带孩子，我也不稀罕。不过明白给张克新说，既然这样，这辈子都不用看孩子了。江梅，那毕竟是我妈，你这样，我这样怎么了？她还是你亲妈吗？给的银行卡让买房，结果就是空手套白狼。现在你累死累活上班买房，她连个住院费报销的钱都找你要走。来我家不是为了看孕妇，反而是为了威胁我，要以后不看孩子。她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吃苦，看你受累，还让你问我爸妈要钱，她配我们回去看她吗？配见孩子吗？张克新深深把头埋在膝盖里，许久都没抬起来。生孩子那天，我已经快要进产室了，听到婆婆给张克新打电话，让我顺产，不要打麻药，对孩子智商不好。张克新捂着手机想站远点，免得我听到，结果被我爸妈拦住，让他开扩音。小易，可不能剖腹产，经过产道挤压的孩子聪明，以后也不耽误生二胎。别打麻药，打了麻药会把孩子要傻，听到没？只要你们听我的话，生个大胖小子，银行卡还给你们。我宫缩加愤怒，直接朝着电话方向吼：留着你的银行卡买棺材吧！没听到那边说什么，我就被推了进去，只看到张克新在焦急地给我爸妈解释什么。我爸妈一脸的不耐烦。孩子很健康，没了婆婆作妖，剖腹产很顺利，就是办满月酒时，婆婆又恶心了我一把。我们在市办的满月酒，没回婆婆那边，她居然让借钱那个刘东兰来满月酒席上闹腾。哎，张克新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生个儿子，不在自己家办酒席，来岳父岳母这办，多不像样子。不能因为你岳父岳母给你们买了房，你就嫌贫爱富，不搭理自己亲妈呀。一番话说得张克新尴尬不已，这边亲戚都在窃窃私语。我直接把他推到一边，大声说：你儿子不是被骗到东南亚了吗？回来挣到大钱了吗？因为我婆婆借你钱，你还真是什么脏水都能泼啊！你来我们孩子满月宴干什么？就为了挑拨离间吗？这个大妈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，直接说自己是来参加满月宴看孩子的。来看孩子？你随礼了吗？该不会是学我那个婆婆空手来看混饭吃的吧？说完，周围一片哄笑声。这个大妈还真是来恶心我们的，空手而来，就为了说几句让我们恶心的话。她曾经破坏了我的婚礼入场，如今又来我儿子满月宴上闹腾，不过2次都是被保安抬出去的命运，面子里子都丢完了。眼看孩子都过了100天，也马上要过年了，婆婆想起来我们了，主要是想孙子和儿子。眼看我们没有回去的迹象，她和公公再次上门，这次带了不少礼物。当天张克新出去上班，我还在休产假，透过门口监控，看到这老2口大包小包拎着东西站在门口，一阵烦躁。门铃不断响起，我捂着孩子耳朵，把他带到离门最远的卧室。眼看叫不开门，
他们开始在门口喊：江梅，我们来看你和孙子了，赶紧开门。再怎么生气，我们都是长辈，哪有长辈和晚辈置气的道理？公公刚开始还好言好语，看门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婆婆渐渐开始暴躁：江梅，你不是就想要钱吗？银行卡给你带来了，赶紧开门让我们见见孙子。我们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，别不开门，蹬鼻子上脸啊！婆婆还真是觉得自己多高贵，谁稀罕她的银行卡？一张卡从没结婚骗到现在，真是脸皮够厚。眼看我不搭理这两人，又早就把他们电话微信拉黑，他们只能给张克新打电话：张克新，我们大老远来看你们，你媳妇连门就不让进，这是什么教养？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不就是因为你妈把银行卡钱转走了吗？眼里就只有钱，我们没给你钱，你不一样有房子住，有老婆，还有孩子了吗？公公大声咆哮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着，这两口真不愧是夫妻俩，歪理邪说如出一辙。张克新赶回来时，他们正在门口破口大骂，门板拍得砰砰作响，孩子在屋里吓得哇哇大哭。隔着门板，张克新安慰了自己爹妈半天，才对我说：江梅，爸妈来是看你和孩子的，还带了不少东西，要不先让他们进来再说，站在门外多丢人啊！你还知道丢人，他们做的事就不丢人了吗？我正难的时候不来帮忙还添乱，说不给带孩子，既然不给带，那就永远不用见了。这时婆婆来劲了：那是我家孙子，他姓张，你说你不让见就不让见了。我懒得和不讲理的人多说，只给张克新讲清楚：张克新，如果今天你把他们带进来，我们的婚姻也到头了。你想清楚再决定。不知道张克新说了什么，这俩人终于被劝走。我看到张克新阴沉着脸一个人进来，他现在30多岁的年龄，苍老的像是40岁的人。我知道生活压垮了他的脊梁，可是他爸妈呢？看着自己儿子受罪，硬是能坚持不管，甚至宁愿把钱借给不太亲近的亲戚，都不给我们买房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妈看他实在可怜，帮他还了50万的贷款，说就当给外孙随礼了。张克新感激的差点给我妈跪下，许诺一辈子对我好。如今他却冷着脸对我说：我把我爸妈赶走了，你满意了？我瞬间觉得这许久的坚持都没了意义。公婆来的事像是一个小插曲，张克新过了那天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，对我和孩子关怀备至。只是听老家人说，过年我都没带孩子回去，公婆被戳了好一阵子脊梁骨。都知道了婆媳关系不和，媳妇连生了孩子都不愿意回家，连酒席都没办，这家人是有多差劲？张克新给我说这些时，面色有点阴沉。我依然坚持：如果你要带孩子回去，我们就离婚。我说过，他既然不愿意帮我们，不愿意带孩子，就永远别见。江梅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别介意。你看，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你的名字，我连工作都换了，就是为了跟你过好这个小家庭的生活。张克新说的软和，我却没忽视他眼底的阴郁，告诉他：如果你要是后悔，可以回去，你还能回去。老婆，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后悔？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谁知道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。刚休完产假上班，公司就安排了我3天的出差。我不放心儿子，想让我妈来帮忙几天。谁知道张克新抢先请好了假，说要在家带孩子，让我安心出差。看着他平时对孩子的上心劲，我也挺放心，
于是收拾了东西，就准备出差。谁知道出差回来时，家里空空荡荡，连张克新的电话也打不通。我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赶紧给我爸妈联系，他们却不知道张克新去了呢，甚至都不知道我才出差的事。我急忙调监控，监控里看到我前脚走，张克新和他爸妈后脚就抱着孩子走了。我简直像是疯了一样，拉上爸妈就去婆家，心里想到10000种见面骂他们的恶毒词语，可是真的见了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张克新胡子拉碴地跪在我脚下，脸上涕泗横流。江梅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我们的孩子。我的手控制不住的颤抖，想拽他衣领，却没力气，拽不起来。你说清楚，什么意思？孩子呢？你们把孩子藏哪了？我盯着屋里的几个人，公公、婆婆，还有个叫不出名的亲戚。最后婆婆被我盯得不自在，上前来拉自己的儿子，拉不起来，难得低声对我说：江梅，你调理好身体，再生一个吧。这是70万的卡，你现在就去取钱，就当给你的赔偿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在说什么。什么赔偿？什么再生一个？我妈已经反应过来，撕扯着婆婆骂她：70万买一条人命吗？你还我外孙！我耳边一片轰鸣，已经听不下去任何一个音符。明明出差前，儿子还在对我笑，那么软糯的孩子。躺在医院病床上，我才回想起刚才的事情。哦，对了，张克新趁我出差，把孩子带回老家办酒席。他老家的亲戚上了年纪的不少，抱着儿子亲来亲去，甚至还有几个得了甲流的也抱着亲。婆婆终于满意了，自己的大孙子这么受欢迎，他们也收到了份子钱，也挣足了面子。可是儿子当晚就发起了高烧，送到医院就转成了重度肺炎。如果这时候张克新给我打电话，我还能回来见儿子最后一面，可是他害怕了。2天时间，儿子就在 ICU 里永远睡了下去。张克新慌了，不敢给我爸妈说，不敢接我电话，直到我出差回来去婆家找他。我妈抱着我在病床上哭得声音嘶哑，张克新跪在床边：江梅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带孩子回来办酒席，你打我吧，打死你我外孙能回来吗？我妈说完，狠狠踹了他一脚。婆婆心疼了，上来拉起自己儿子，冲着病床上憔悴不堪的我说：孩子抵抗力那么弱吗？还不是你身体不好。孩子生一个也是生，生2个还是生，养好身体，再要一个不得了。你打我儿子有用吗？又不是他的错，谁让你不让我见孙子？再说了，不是给你银行卡了吗？上面70万，够了吧？我撕扯他衣服，崩溃吼道：我杀了你，给我儿子报仇，再给你70万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我通红的眼睛，崩溃的嘶吼吓坏了他，他用力推我，被我妈反向推了一把，跌倒在地上。儿啊，你丈母娘打我，赶紧打她！张克新却像是石化了一样，跪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过了冷静期，我和张克新办了离婚证，他如今憔悴得像是40、50岁的人，整个人行销鼓励。可是我那位前婆婆还叫嚣，说自己儿子31枝花，要给他介绍黄花大闺女。江梅，如果我没有带孩子回去办酒席，如果孩子还在，我们还是幸福的一家3口，对吗？我沉默拿着离婚证准备离开，张克新拦在我的车。江梅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很后悔。要是我死了，一命抵一命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还能见到我们儿子吗？
我看着他神游天外的表情，对他惨然一笑。见着儿子了，记得告诉他，妈妈很爱他。说完，直接扒开那只伸上来的手，启动车子离开。1周后，儿子的妻妻张克新在钱婆婆家跳楼身亡。钱婆婆堵在我家门口，撕心裂肺地咒骂：“江美，你这个害人精！都是你不肯和我儿子好好过下去，才逼死了他。你不得好死！我苦命的儿啊，这让我下半辈子怎么活呀？”我看到他哭到晕厥，被曾经借钱的刘东兰扶走。刘东兰冲我眨眨眼睛，并默契地点了点头。后来，钱婆婆和钱公公都被他带到了东南亚，因为他告诉钱婆婆和钱公公，那边有招魂的大师，能让他儿子的魂魄归来，附到另一个人身上。只要有钱，没人家办不到的事情。他们相信了，临走前还来我家楼下骂我，说这辈子我都得不到他们的银行卡。我笑了，他们的卖命钱自己留着吧。曾经的一天，我在旧品回收站偶遇刘东兰，他正为了公婆逼他还钱，儿子还在东南亚回不来痛哭。于是某人好心告诉他，把借给他钱的人也送去给他在东南亚的儿子，这样儿子也不用受苦了，债主也没了。他如醍醐灌顶，顺利把这2个债主送走。至此，我再也没见过钱公婆，他们大概早就带着银行卡和自己儿子团聚去了吧。对了，张克新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不会原谅你，你也见不到儿子。你们一家3口在地狱里锁死吧。